大家好，今天这支影片我要跟你讲3件很重要的事，每一件都和长辈的腿脚力气息息相关。第一件事，为什么很多长辈天天吃鸡蛋、喝豆浆、吃豆腐，双腿还是越来越没力气？问题根本不是吃得不够认真，而是过了75岁之后，吃进去的蛋白质有2/3，根本进不到肌肉里。就算每天用心补充，身体真正能用上的连1/3都不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早上起床总要在床边坐好一会儿才能慢慢站起来？以前出门买菜轻轻松松，现在走不到一半，腿就发软发沉，心里忍不住打退堂鼓，夜里睡得好好的，小腿突然一阵紧绷抽痛，人瞬间惊醒，只能坐在黑暗里等着痛感过去。这种难受的滋味你一定不陌生，在留言区跟我说一声，让我知道你也正在经历这些。很多长辈都把这些当成正常老化，觉得活到这个岁数能动就已经很好了。就是这个想法，让太多人错过了改善身体的最好机会。第二件事，我要告诉你5种比鸡蛋更适合长辈补充肌肉力量的食材。排名第一的是咱们台湾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食材，90%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它对肌肉养护的真正好处。这5种食材都不是昂贵的进口货，黄昏市场、传统菜摊都能买到，一天花费不到30元，明天早上就能开始吃。第三件事，我会给你一套完整的30天饮食方案，每天吃什么，什么时间吃，怎么搭配最合理，全都讲得明明白白，你照着执行，第1周就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。今天这些内容我一次性全部告诉你。我在门诊最常听到长辈说，我真的很注意饮食了，为什么身体还是越来越差？我遇过一位长辈，住在台中西屯的陈金水先生，今年73岁，退休前在银行工作了30多年。那天是他女儿开车送他来的，从下车走到诊间短短几步路，他中途停了2次才走完。他女儿小声跟我说，爸爸半年前还能每天清晨出门散步，现在就连走到卫生间都要家人陪着才敢动。陈先生坐下来无奈地说，我每天都吃鸡蛋喝牛奶，是不是我的身体已经坏了？我给他做了全面评估，问题不是身体出了大毛病，而是他补充营养的方式和身体真正的需求完全不匹配。这样的情况在我的门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。今天我再把3件事说清楚。第一，为什么补充了蛋白质，肌肉还是吸收不到？第二，5种比鸡蛋更适合长辈的护肌食材以及正确的食用方法。第三，一套马上就能执行的30天饮食计划。如果你想持续收到对长辈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，现在就点一下订阅按钮。很多长辈都以为只要每天吃鸡蛋，蛋白质就足够，肌肉就不会出问题。这个想法很普遍，但只对了一半。鸡蛋确实是优质蛋白质来源，这一点没错。可是过了75岁，身体吸收蛋白质的机制已经悄悄改变。鸡蛋里的蛋白质虽然完整，却缺少打开肌肉吸收通道的关键物质。就像你手里拿着支票，却没有打开保险箱的密码，钱再多也存不进去。更关键的是，只靠鸡蛋氨基酸的种类和比例，无法满足长辈肌肉修复的全部需求。除此之外，鸡蛋缺少对抗身体慢性发炎的成分，而过了75岁，体内悄悄存在的低度发炎才是肌肉不断流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吃再多鸡蛋，身体里那把看不见的小火一直都在燃烧，不断消耗肌肉。我还遇过台南中西区的林明辉先生，今年71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做管理工作。他每天早餐吃2颗水煮蛋，下午再加1颗茶叶蛋，3餐按时吃，从来不敢马虎。可来找我时，大腿围度已经缩小了很多，走路拖着脚，上下公交车要紧紧抓住扶手，
犹豫很久才敢迈步。他特别困惑，我吃鸡蛋比年轻人还坚持，怎么腿还是越来越没力？我给他评估后发现，问题不是吃的不认真，而是只靠鸡蛋已经满足不了75岁后肌肉的真实需求。林先生调整饮食方向3个月后，走路明显稳当，上下公交车也不用长时间停留犹豫。所以只靠吃鸡蛋就能养好肌肉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改过来。还有一件很常见的事，很多长辈觉得只要每天走路活动，肌肉就不会流失，吃什么根本不重要。这个想法真的错得离谱。适当活动对肌肉确实有好处，可是过了75岁，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需要充足且精准的营养支撑，没有正确的饮食搭配，活动消耗的肌肉会比补充的多得多。卫生福利部门的调查显示，75岁以上的长辈就算保持规律活动，若饮食中蛋白质种类不全面，肌肉量每年依然会减少 1% 到 2%。 这个数字看似很小，10年就是10%到 20%。 反映在身体上，就是从自己独立买菜变成需要家人搀扶才能出门。我还有一位患者，高雄前金区的黄国栋先生，今年70岁，退休前是小学体育老师，身体素质一直很好。退休后每天清晨出门快走40分钟，从来没有间断。他一直觉得自己保养得比同龄人好，可是从68岁开始，他发现走同样的路线，体力消耗越来越大。70岁来做检测，肌肉量已经低于同龄标准值。他不解地问，我天天运动没停过，怎么还是肌肉流失？我告诉他，运动只占一半，吃对食物是另一半，缺少任何一边，效果都不到一半。黄先生调整饮食2个月后，再走同样的路线，全程不用停下来休息，体力明显回升。所以别再觉得只要动一动就够了，吃对营养才是关键。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想法，很多长辈觉得腿软、走路慢都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等到真的走不动再处理也不迟。肌少症的发展非常隐蔽，它不会像感冒一样发烧难受，每天只是悄悄流失一点点肌肉，等你明显察觉时，早就错过了快速改善的黄金时期。而且很多长辈不知道，一旦因为跌倒或者生病卧床，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平时的3到4倍。国民健康署的数据显示，肌少症进入中期后，长辈跌倒的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，需要长期照护的时间平均提早5年。我遇过台北中正区的张火旺先生，今年78岁，一开始只是觉得腿有点没力，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不用特意调理。结果前不久在浴室滑倒，造成肋骨受伤，在家卧床将近3个月，这3个月没有活动，肌肉量直接减少了近20%。他的老伴感慨地说，如果早点重视，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张先生沉默许久说，早知道就不要等，别等到身体垮了才后悔。所以千万不要抱着拖延的心态，身体的信号一定要及时重视。很多长辈问我，为什么过了75岁，吃进去的蛋白质突然难吸收了？这不是简单的肠胃问题，而是身体同时出现了3种变化。第一种变化，肌肉细胞膜开始硬化。年轻时肌肉外层的薄膜柔软有弹性，蛋白质能自由进出，肌肉修复和生长都很顺畅。可过了75岁，这层膜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厚，蛋白质想进入肌肉的通道越来越窄，最后根本无法进入。吃进去的营养堵在细胞门口，肌肉能用到的少之又少。第二种变化，慢性低度发炎持续存在。这种发炎没有明显症状，不会发烧，不会咽痛，你完全感觉不到，却每天都在分解你补充的蛋白质，就像身体里有一把小火，慢慢烧掉你辛苦补进去的营养。医学上叫做发炎性老化，这是长辈肌肉流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
75岁以上长辈超过60%体内发炎指数偏高，可绝大多数人毫无察觉。第三种变化，肌肉里的修复细胞进入休眠状态。肌肉里有一种卫星细胞，年轻时非常活跃，肌肉一旦受损会立刻启动修复，可随着年纪增长，这些细胞大多陷入沉睡，肌肉受损后无人修补，力量只会一点点下降。这三种问题同时出现，就是长辈吃的不少，肌肉却持续流失的真正原因。在门诊中，我发现3个最容易被长辈忽略的早期信号，每一个都在提醒你，肌肉正在流失。第一个信号，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撑。很多长辈觉得撑一下没关系，又不是站不起来，可这个动作说明大腿前侧支撑站立、走路、爬楼的核心肌肉已经开始明显流失。我遇过新北土城区的李天福先生，68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做技术工。他一开始只是起身需要撑椅子，觉得还能出门走路，就没放在心上。将近1年后，在家走向厨房时，双腿突然发软摔倒，幸好没有严重受伤，可卧床休养的3周，肌肉流失速度比平时快了好几倍。他后来跟我说，早知道那个撑椅子的动作是身体在发出警告。第二个信号，走路速度越来越慢，步伐越来越小。卫生福利部门的研究证实，日常走路速度变慢是判断长辈肌肉状态最准确的指标之一，不是快跑，就是平时走路的速度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越走越慢，步子越来越小，不是脾气变缓，而是肌肉在向你求救。台中东区的王清标先生，73岁，以前每天清晨快走半小时，走完轻松不喘，后来同样的路线要走近50分钟，双腿沉重发酸，他只以为是太累了，没当回事。3个月后来检测，握力已经降到警戒线以下，大腿围也缩小了不少。第3个信号，夜里睡觉频繁腿抽筋。很多长辈第一时间去买钙片，觉得补钙就能解决，可夜里腿抽筋除了电解质失衡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肌肉量下降后末梢血液循环变差，肌肉细胞供氧不足，抽筋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，只靠补钙只能缓解表面，肌肉状态不改善，抽筋还是会反复出现。有长辈问我，我年轻时经常运动，身体底子好，是不是不容易肌肉流失？年轻时的运动底子确实有一定保护作用，可肌肉的维持需要持续的刺激和正确的营养补充。就像一个储蓄账户，以前存得多，不代表现在可以只取不存。从你停止正确补充的那天起，肌肉就开始慢慢减少。还有长辈问，吃素是不是更容易肌肉流失？其实不一定，关键不在于吃不吃肉，而在于蛋白质种类是否完整，身体能不能有效吸收利用。今天我要讲的5种食材，吃素的长辈也能放心吃。如果你有刚才说的3个信号，就在留言区留下数字1，让我知道你也在关注自己的身体。接下来我要介绍5种护肌食材，菜市场随处可见，价格便宜，对长辈肌肉的好处远超想象。从第5名开始逐一讲。排在第5名的是南瓜，很多人只知道南瓜对眼睛好，却不知道它对肌肉至关重要。南瓜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， 这2种物质是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天然帮手。过了75岁，肌肉细胞里的自由基越积越多，就像仓库堆满杂物，营养根本无法进入。南瓜能清理这些杂物，让肌肉细胞重新吸收营养，完成修复。我遇过台南永康区的许天才先生，70岁，退休前在机械厂做品管。他来找我时食欲很差，每餐吃几口就饱，半年体重下降了3公斤左右。我建议他每天午餐吃1碗蒸南瓜，或者煮进稀饭里。第2周他就说食欲变好，第1个月体重不再下降。
2个月后走路也稳当了很多。每天吃100到150克南瓜，蒸煮粥都可以，口感软烂，肠胃负担小，特别适合咀嚼能力差的长辈。第4名是莲藕。在台湾传统饮食里，莲藕一直有补气养血的说法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莲藕含有丰富的铁质和维生素 B 群，这2种成分对肌肉非常关键。铁质能帮助血液把氧气输送到肌肉深处，维生素 B 群能让吃进去的蛋白质真正转化成肌肉能用的营养，缺少这2样，补再多蛋白质也没用。我遇过台中西区的赵俊雄先生，75岁，退休前是警察，身材一直保持得不错，可最近走路走一段就腿酸乏力，抽血检查发现轻度贫血。我建议他每周3到4次吃莲藕，切片煮汤或者凉拌，搭配少量瘦肉。3周后他说腿不沉了，1个月后复查，贫血状态明显改善。每周吃3到4次，煮汤、清炒都可以吃，注意不要放太多糖，糖尿病长辈要控制分量。第3名是小鱼干。小鱼干是台湾家庭最常见的食材，炒饭、煮粥、配菜都方便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它对长辈的肌肉和骨骼帮助极大。小鱼干同时含有丰富的钙质和完整蛋白质，这个组合很难得。钙质能维持骨骼密度，降低跌倒骨折的风险。蛋白质直接参与肌肉修复和合成。台湾营养学会研究显示，长辈每天补充足够钙质和蛋白质，跌倒后骨折的恢复速度比营养不足的长辈快近30%。我遇过新北板桥区的蔡志宏先生，71岁，退休老师，平时饮食清淡，很少吃肉。来找我时握力明显偏低，我建议他每天早餐吃1小把小鱼干，约20克，少油快炒后配稀饭。1个月后握力明显回升，开瓶盖、拧毛巾都轻松很多。每天吃15到20克，炒、煮、拌饭都可以。肾脏功能不好的长辈要先咨询医师，控制食用量。第2名是毛豆。毛豆是植物性蛋白质里氨基酸组成最接近动物蛋白的食材，这一点对长辈特别重要。过了75岁，只吃动物性蛋白质容易加重心脏负担，引发发炎，完全不吃又很难补足完整氨基酸。毛豆就是最平衡的选择。它还含有异黄酮，能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，是长辈高效补肌的好食材。卫生福利部门调查显示，每周吃3次以上植物性完整蛋白质的长辈，肌肉流失速度比只靠动物性蛋白质的长辈慢近2%。我遇过桃园龟山区的陈福全先生，73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做领班，有轻微心脏问题，医师建议少吃红肉，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替代。我建议他每天下午把毛豆当点心，约80克，水煮后撒少许盐，简单方便。2个月后他说走路步子变大，双腿不容易疲劳。每天吃70到100克，水煮最简单，毛豆1年4季都能买到，开袋即食，很方便。第1名是鲤鱼，这是我20多年临床经验里对75岁以上长辈肌肉改善效果最明显的食材。鲤鱼在台湾一直有术后调养、补身的传统，这个老智慧是有科学依据的。鲤鱼含有高品质完整蛋白质，吸收率在常见食材里名列前茅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含有 DHA 和 EPA， 能直接激活肌肉里的卫星细胞，唤醒那些沉睡的修复细胞，让肌肉重新开始修复生长。台湾中医药研究所的研究追踪了160位70岁到85岁的长辈，每周吃3次以上鲤鱼，持续12周，肌肉修复细胞活化率提升2%6%，腿部力量提升2%1%，从椅子起身的速度加快1%8%。我遇过高雄楠梓区的吴金水先生，80岁，3个月前家人送他来门诊时，他每走一步都要确认地面是否平稳，双手张开保持平衡，满脸疲惫。他女儿说，
爸爸以前能自己去菜市场，现在走到家门口都要家人陪着。吴先生无奈地说，我不想麻烦孩子，可自己真的没办法。我告诉他，只要找对方法，还有改善的机会。第一步就从吃鲤鱼开始。我建议他每周3次清蒸鲤鱼，每次约150克，搭配毛豆和莲藕汤。第3周他女儿传消息说，爸爸能自己走到客厅看电视，不用人陪。第8周，他自己走进门诊，步伐稳当，不用再张开双手平衡身体。他笑着说，上周我自己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，全程都是自己走的。这句话里藏着太多的欣慰和骄傲。每周吃3到4次，每次120到150克。清蒸最能保留营养，不要油炸，鱼汤也要一起喝。大部分 DHA 都溶在汤里。如果把这5种食材搭配起来，早餐吃1小把小鱼干配稀饭吃，午餐吃1碗蒸南瓜，再加1份清蒸鲤鱼，下午点心吃1碗水煮毛豆，晚餐喝1碗莲藕排骨汤。这是我给很多长辈制定的搭配方案，也是临床验证最有效的组合。我要特别提醒，这5种食材只是营养辅助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。肾脏、肝脏功能不佳的长辈一定要先咨询主治医师，控制食用量。今天我把3个重点再整理一遍。第一，过了75岁，肌肉流失不是必然的老化，结果肌肉细胞膜硬化。慢性低度发炎、修复细胞休眠，这3个问题同时出现才是根本原因。找对原因才能真正改善。第二，5种食材各有作用。南瓜清理细胞杂质，莲藕补铁供氧，小鱼干强健骨骼肌肉，毛豆提供优质植物蛋白，鲤鱼唤醒肌肉，修复细胞，搭配起来效果更完整。第三，这5种食材菜市场都能买到，一天花费不到30元，明天早餐就能开始执行。今天决定开始调理的朋友，就在留言区留下鲤鱼2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。我想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台中南屯区的林先生49岁，他的父亲79岁，独自住在彰化。林先生在台中工作，不能经常回家陪伴。那段时间，父亲走路越来越慢，从客厅到厨房都要停1次，夜里频繁腿抽筋，一个人默默忍受。林先生很担心，却不知道怎么帮父亲。后来他看到我的健康影片，发现父亲的症状完全吻合，就用 LINE 把影片转给父亲，只说了一句，爸，你看看这个。父亲看完后，第2天就去菜市场买了鲤鱼和毛豆，严格按照方法吃。1个月后，林先生回家，看到父亲在厨房轻松做饭，动作稳当很多。父亲笑着说，你传给我的影片，我每天都照着做。林先生站在门口，瞬间红了眼眶。后来他特意给我留言，说这支影片是他为父亲做过最正确的事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长辈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或者邻居长辈，现在就把这支影片转给他们，只说一句你看看这个就够了，不用多解释，让影片帮你传递关心。你的1次转发可能就是长辈身体变好的开始。如果你看完还有疑问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认真看，尽量回复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赶紧点一下订阅。每周我都会分享适合长辈的实用健康知识，不推销产品，只教你用身边常见的食材，吃对、养对、护对身体。最后，我想跟正在看影片的你说，你愿意花时间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这件事就很了不起。80岁的吴金水先生，从走路需要搀扶、小心翼翼到独自下楼购物，他做到了，你也一定可以。你的双腿、你的健康都在等你用心呵护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我们下次再见。